家好，我是 Jen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是一条插播的影片，因为我刚刚跟完阿联酋的游记，接下来还有阿曼和意大利的，但是这条是泰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昨晚刚刚抵达泰国，现在的时间是2022年3月底。我想快速的来更新一下这个影片，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下泰国最新的入境政策。目前泰国算是亚洲国家中旅行政策最宽松的了，所以给有想要来亚洲旅行的朋友一点信息吧。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开始吧。4月份泰国最主要的政策变化是，入境前的 PCR test 都不用做了。因为我是3月底入境的，所以还是有做了72小时的 PCR test。但是其他的 Test and Go 跟 Thai Pass 这个东西还是一样的。那我就具体来说一下我的行前准备，主要就是 Thai Pass 的申请和我入境一路上的情况。申请 Thai Pass 一共有4个要求，第一个就是隔离酒店，因为现在泰国有不同的隔离政策，但基本来旅游我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就是那个 Test and Go， 只要求第1天隔离。这个隔离酒店呢，不是任意一个酒店都可以的，是需要符合要求的 SHA Plus。那我会放一个可以看酒店 list 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中介的网站吧，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酒店都是不可以直接在酒店网站上预定这个 package 的。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酒店，我当时问了他们客服，他们就没有可以在直接官网预定的途径，就只能给他发 email， 不然的话你就是从中介的网站上订。那我对比了一下价钱，那个中介的网站跟直接给他发 email 订的价钱是一样的。普通的一个隔离1晚的价钱，像我这个酒店是137美金，大概就是4000多泰铢，其中包括了1晚的酒店，然后机场的接送，1次 PCR test 就是入境的时候的，然后还有第5天他给你一个 take home 的 self kit， 就是你到时候还要自己检测一遍，然后把结果发给他们。你可以在众多的酒店之中选好之后付好钱，然后他们会发给你一个 confirmation 的邮件，拿那张 confirmation 的纸提交给 Thai Pass 就可以了。这次我虽然是跟我表弟一起来的，但是我们在2个不同的酒店，为什么呢？因为他申请的时间比我晚。Thai Pass 他们官方说要3到7天的 process time， 但是我表弟准备 Thai Pass 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他就订了另一家可以直接马上拿到 confirmation 的酒店，就是他订的好像是 Holiday Inn， 也是在那个 Asian 的网站上找到的。我这家不是 instant confirmation， 所以我要发邮件给他，等他确认之后再发给我，然后我再提供我的付款信息，然后再等他发回来，一共搞了1-2天吧。他那个就可以马上付款，就可以马上拿到那张纸去申请 Thai Pass 了。所以如果你时间比较紧张的话，推荐就订那些可以 instant confirmation 的酒店。第2个要求就是医疗保险，目前泰国是要求买2万美元 coverage 的医疗保险。那我在他们 Thai Pass 官网推荐的那个 health insurance 的 link 里面找到的一家是30天是600多泰铢，也就是大概20美金。我有看了一些其他人推荐的，发现并没有比这个便宜，所以我就直接买了那个30天的 insurance cover 2万美金，这就够了。但是他们呢最低就是有30天的，其他的保险公司有的有提供1周10天之类的，但是价钱不一定比这个便宜，所以你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会把我这家的 link 也放在下面。这个订好也是会给你发一份邮件，然后你可以用来申请 Thai Pass。最后2个就是你的护照跟疫苗卡，所以这4个东西就是你需要的主要的文件了。等你集齐了，然后买好机票，就可以去申请 Thai Pass 了。我申请酒店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耽误了我一点时间，因为一直在找一个答案，就是我是凌晨入境的，我的航班是在凌晨5分到达泰国的，所以我当时不知道我是应该订前一天晚上的酒店，还是说订我到达那一天的酒店。后来我问酒店，他们也不是很清楚，然后我就一直在问不同的客服啊什么的，最后我在 Thai Pass 的官网找到了答案。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也可以参考，就是就算你是在凌晨1-2点入境的，其实你订的还是昨天晚上的那个酒店。所以比如说你是在28号凌晨5分入境，你订的还是27号 check in， 然后28号 check out 的。接下来我再来具体说一下它这个时间吧。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要来的话，越早申请把行程定下来越好，因为到最后你就很怕 Thai Pass 会不会来不及，就很赶。
我其实是等了5天的时间才拿到 Thai Pass 的，但是我表弟2个他们都是2、3天都拿到了，他是比我还晚申请的，但是更早拿到。他们官方的3到7天还是挺准确的。然后他们现在是已经不接受2天以内的申请的，比如说你过2天就要飞了，你再申请 Thai Pass， 他们现在是不接受这种 case。关于 Thai Pass， 我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你要注意 Thai Pass scam。第一个就是邮件 scam， 好像说是他们官方的系统有被黑客给 hack 进去，所以很多的信息都遗漏了。我们都有收到一份邮件说你还缺一些什么文件，然后请提供你的名字还有护照的最后4位数什么的。我还贴一个，就是网站上都有很多大家发的 scam 的邮件，但是那个邮件其实是假的。所以如果你申请了 Thai Pass 之后有收到一些邮件的话，一定要注意看看它是不是 scam。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有没有其他人也收到了这种邮件，其实是 scam。你也可以注意一下发邮件的那个信箱是不是他们官方说的那几个相关的信箱。Thai Pass 下来之后，他会发给你邮件，里面有一个 Thai Pass 的 QR code， 然后你入境的时候用那个 QR code 就可以了。我推荐大家把相关的文件和那个 QR code 都打下来，因为一路上都还检查了挺多遍的，每到一个机场几乎他们都会再确认一下你相关的文件是不是齐全。好吧，现在就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一路上的情况。我是从纽约飞了13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达东京成田机场转机的。嗨，大家好，我现在在成田机场。我在这边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转机，所以我刚刚转了一圈，然后现在来这边吃点东西。这家是这边现在唯一开着的饭店，其他还有一家咖啡店，好多这边的店都没有开门。购物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有一家药妆店，然后还有一些免税店也有，但是还是有差不多一半的店都没有开门。然后机场里面超级冷清，跟我以前来的成田机场完全是2个感觉。因为以前感觉超级热闹，就是东西超级好买，然后今天还是买了一大袋的零食，加上一点药妆店买的面膜什么的。这是我的日本黑牦牛。我今天从纽约飞来的飞机也是超级空，大概3个座位的只有1个人，所以大家都躺着。我来的时候坐的是 UA， 然后现在要坐那个全日空去 Bangkok。刚刚飞机到了之后，机组人员就让我们转机的旅客先下飞机，然后去了全日空的柜台，要先检查一下这下要飞去泰国的证件，主要他就是看了 Thai Pass， 看了护照。吃完呢，看着冷冷清清的机场。Hey. Neon, neon. Hey, my bad. I'm tired of it treated. No. All that womp sounds to me so obnoxious. Boy, you played yourself with your nonsense. Hey,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though. Say what? Would I go?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though. Say what? Would I go? All that womp sounds to me so obnoxious. Boy, you played yourself with your nonsense. Hey,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though. Don't you know? Yeah. Came in 88 with a dream, oh so bright-eyed. They knew right away, sink or swim, there's no lifelines. Cutting their teeth on the move, nobody's 那 feeling 我要 the 继 shoes. 续飞7个多小时，我们在曼谷见吧。嗨，现在是凌晨1点多，我到了 Bangkok 隔离酒店的房间了。我是飞机大概11点多 landing 的，然后一共花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吧，其实还挺快的，因为中间我还去买了 SIM card， 然后还换了一点钱啊什么的。整个过程其实他们安排的都还挺顺畅的，就是飞机落地之后会先经过一个 checkpoint， 它就是主要看你的 Thai Pass 和一些文件。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它有一排的椅子，然后让你在椅子上填一下入境表。其实，在飞机上已经填了1张了，这张是第2张。
填完表之后，他说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就是检查护照跟盖戳的地方。这些都弄完之后，就可以去取行李了。取完行李出海关口一出，它有个 Gate 10，就是所有这些隔离酒店的客人就是都集中在那里，然后它有对接的人员会跟你问一下你酒店的名字，然后你的名字，然后在那里等，他会叫人来接你。我刚刚是单独一辆车的，然后他接上我就带我去了一个医院的停车场，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打开车门下车，然后马上有个椅子坐在那儿捅一下鼻子，然后就再送我回酒店。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的还算很便利吧，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麻烦的地方。然后我是在拿行李的那个旁边，正好有换钱跟买 SIM 卡的地方，我就在等行李的时候就顺便换了一点零钱，然后买了 SIM 卡。这个就是刚刚1个多小时从入境到酒店的整个过程了。那现在已经很晚了，半夜1点多，我们今天就先到这样子吧，明天再接着和大家 update， 拜拜。Good morning！ 今天早上8点半我就收到了前台打来的电话，我的 PCR test report 已经出来了，然后他说你可以先要 check out， 什么时候都可以 check out 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很多，毕竟我是昨晚半夜做的。然后昨晚入住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张纸，可以 scan 那个 code， 然后说可以点今天的餐，就他们的住宿有附赠一个 meal， 所以我选了 lunch， 是11点送奶。刚才他们已经送奶放在门口的椅子上，然后我已经把它拿进来了，就是这个。现在可以先来吃个饭。来看一下我的 pad thai， 还有一个水果盘，隔离舱，在曼谷的第一舱。噔噔，点的是虾的 pad thai。我现在其实还没有那个房间的 room card， 因为毕竟是隔离嘛，他们昨天晚上 check in 的时候就没有给 room card， 然后他说如果你今天出报告了，你可以去前台拿，但是我等一下就 check out 了，所以也不用拿了。我表弟其中一个昨天也是从纽约飞的，但是我们是不同的航班，然后从不同的机场飞的，他是在韩国转机的。我们昨天晚上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到达的吧，然后他是在另外一个隔离酒店，他是今天也已经很快早上一大早就收到了 report 了，然后已经出去逛街了，我等一下弄完再去找他们。对了，昨天捅鼻子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是 self test。之前3月以前他们的策略是第5天你还要回酒店隔离，然后再做一次检测，但是3月以后他们就已经不用再回酒店了，所以他就第1天就给你一个 self test 的 kit， 然后你带回去，不管你在哪里，你到时候第5天就自己 test 一下，然后把 result 拍下来上传到他们一个 app 上。昨天晚上前台还跟我说这个 app 你 download 一下，如果到时候你上传不上去的话没关系，你只要留着照片就可以了。我吃完啦，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隔离的这个地方吧。这个是曼谷的 Hyatt Place，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酒店的房间，这边是厕所，然后进来就是一个房间呐，就是普通客房，还可以了。他们有很多选择，其实各大酒店基本都可以当做隔离的来用。这包是我昨天在成田机场买的东西，这是我买到了我一直都在用的安耐晒，这个一瓶大概是20块美金。他们很好的是，我昨天本来我自己拿了5瓶，然后收钱的时候那个店员跟我说你买5瓶我帮你拿一个 package， 就是他有送发带跟还有一瓶小的可以旅行的时候用。然后买了一些日本的面膜，我这次从家里过来，我就都没有带面膜，因为我就想肯定这边买很划算。如果日本没有买到，我也会去泰国买。就是一些面膜，这些反正能用就用，用不完的我就可以带回家。
然后剩下的这些就是很多，你知道日本都是这种一盒一盒的各种小饼干呀、小面包、蛋糕呀，就买的带去给大家吃。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昨天在成田机场买的。好吧，我的入境指南跟隔离日记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我等一下收拾一下就可以出隔离了，然后去和我的同伴们会合，到新的住宿的地方。我们在曼谷一共会先待7天，然后会去普吉岛，再去苏梅岛，然后再去清迈。所以大家敬请期待我之后在泰国的影片。当然，阿曼和意大利也很不错，我会继续先跟阿曼跟意大利的。那就先这样子吧。记得帮我点赞一下，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跟我一起闯世界。